36号床，你的治疗费已经全部用光了，明天再交不上来，我们只能让你强行出院了。此时眼前的秦云毫无血色的面容，让医生于心不忍。医生又提醒着说道：“你的肾刚刚被摘，现在出院不接受治疗的话，无异于是慢性等死。”知道了，谢谢医生。秦云开口道了一声谢，随即说道：“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医生将手机递给了秦云，秦云拿过手机，拨通了那个深深刻在自己心中的号码。长久的沉默之后，电话终于被接起。巴医生刚刚通知我的医疗费用完了，需要您来交一下。那边的声音听起来冷漠无比，又带着十足的嫌弃。医疗费没有了就出院，现在你哥哥恢复也需要用钱。秦云沉默了半晌之后，开口斟酌说道：“但是医生说，如果现在就出院的话，身体很难恢复，以后我也会落下病根。在监狱里待了5年，把你待傻了吧？”那边的声音猛然拔高：“医生让你待在医院，你就待在医院吗？这么一个小手术，回家根本不会有事。要住医院，你自己想办法，我不会给你半毛钱。”最后的一句话如同利剑一样，狠狠地刺进了秦云的心中。秦云有些发愣，眼神之中闪过一抹悲凉。当年哥哥在外面闹事，不小心失手砸断了别人的腿，而后仓皇跑回家中。而当官方来人的时候，父亲却让他出去顶罪。他记得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对自己温柔出言。小云，这次你给哥哥顶了罪，全家都会感谢你。你放心，在监狱里面我们会经常去看你的。等你出来之后，家里面什么东西都紧着你来。爸这5年好好赚钱，等你出来之后，就给你在城里买一套大房子。听着他父亲的话，他天真的相信了。然而5年的牢狱时光，他们一家人却从来没有看过他，一次都没有。至于城里的房子，确实是买了，不过却是自己的哥哥秦文通住了进去。后来秦文通得了尿毒症，一家人之中只有自己的肾脏符合配型。父亲想也没想，直接要求他给秦文通换肾。然而这一次秦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父亲就像发了疯一样，从一开始的讲道理，到后面的请求，再到后面的祈求，但秦云还是不为所动，咬紧了牙一直不松口，直到父亲跪在了他的面前，他一巴掌一巴掌打在了自己的脸上，声泪俱下的说他对不起秦云死去的母亲，对不起秦云夭折的小妹，更对不起秦云，并且还拿出了房产证给了秦云，拍着胸脯说秦云的后半辈子他养，就连继母都痛哭流涕，说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他。最终他还是心软了，同意了换肾，却落到了现在的凄凉下场。没错，他再一次的被抛弃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嘈杂，听这声音让他颇为耳熟。秦云的心中疑惑挣扎着下了床，拄着输液杆一步步朝着房间外面走过去。旁边的病房是整个医院最好的病房，一天的价钱抵得上他1个月的治疗费。而当看清楚里面的画面，他的心中瞬间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怒火。随即他拼尽全力，一脚把门踹开冲了进去。病房之中，一群人正围着病床上的秦文通不断嘘寒问暖。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旁边，手中包着橘子，眼神之中尽是爱护之意。旁边一众亲戚则是将各种补品和鲜花放在了秦文通的身边，与他光秃秃的病床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云，不是让你赶紧回家吗？你怎么还在这里？看到秦云来了，头发花白的男人站了起来，朝着秦云冷漠的开口。秦云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都在颤抖。他指着床上的秦文通，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爸，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儿子，为什么他就能住在这里的病房？给他换肾的我，却连一个普通的病房都住不起。当年要不是我给他顶罪，进去蹲监狱的就是他。”最后一句话，秦云几乎是吼着说出来：“都是你的亲生骨肉，凭什么？”然而自己的一番话，换来的却是一群人的漠视。就连接受了自己肾脏的秦文通也是面带讥讽的转过头去。都是一家人，给自己的哥哥做些事情怎么了？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爸放在眼里？秦四海冷声开口：“你就是个废物，从小读书都读不过别人，一年到头就连300块都拿不回家里来。实话告诉你，那个房子我从来就没想过给你，只有文通才是我秦家的指望。”此时秦四海的话字字诛心。我读书差，当时生产大队给我们的指标只有一个，是你给了秦文通。还有，你把我送进那黑砖窑里受了多少的苦，到后来我的背上连一块好肉都没有，一年的工资只有230块，我怎么给你300块？从小到大他吃的比我好，穿的比我好，所有的苦都是我来承受，这样偏袒你配当一个父亲吗？我妈去世之后还没有半个月，你就娶了这个女人，把妹妹当成免费的劳动力，积劳成疾之后便去世了，你对得起我死去的母亲吗？20多年的委屈，此刻在秦云的质问中尽数爆发，到最后，一行清泪从他的瞳孔中缓缓流下，声音之中带上了几分哽咽。其实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房子，也不是什么金钱，他仅仅想要面前的这个父亲对他只能够关爱一点，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就行。可下一秒，啪的一声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秦四海一道响亮的巴掌直接抽打在秦云的脸上，他喘着粗气，恼怒万分，恶狠狠地盯着秦云：“老子的事情也是你能管的吗？”上集说到，秦四海愤怒地打了本就是虚弱的秦云一巴掌，在秦云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的脑中闪过一丝后悔。如果能重来一次，我发誓绝对不让自己的真心为了够。等他再一次缓缓睁开眼睛，他发现此时他居然是在农村的老家，而且他还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腰子还在。自己这是重生了吗？秦云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秦四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云儿爸知道之前是我对不住你，你不看我的面子，也要看在你妈的份上救救你哥。他刚刚考上大学，你要是不帮他，他这辈子就废了。秦云的眼神聚焦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正值壮年的秦四海蹲在地上，被太阳晒得黢黑的脸上满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威严。而在旁边破破烂烂的桌椅上正坐着一个女子，丰满的身材，明显保养过的皮肤，配上一双狐狸眼，怎么看怎么都有一种勾人的意味。她叫罗凤娇，是秦云的继母，秦四海就是被她勾走了魂。母亲尸骨未寒，就匆匆将她娶回了家中。秦云的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现在正是秦文通闯下大祸，父亲让自己去给他顶罪的时候。当他这一次看见自己父亲卑微的模样，此时秦云的心底不自觉地泛起一阵野性。我不会给他顶罪自己捅下的篓子，让他自己去擦屁股吧。秦云冷声开口。你说什么？秦四海脸色一变，当即就要发火，但立马又将火气压了下去。现在翻脸还不是时候，我还要秦云有用。哎呦，早听说你娘叫子有方兄弟情深，可现在这事情一出，你就缩到后面去了。文通，你的这个弟弟可是见不得你好啊！一旁的罗凤娇故意叹息一声，随后开口：“你闭嘴！”秦云腾的一下站起身来，指着罗凤娇的鼻子，直接冷声骂道：“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狐狸精一样的东西，我妈怎么教我也是你配说的。”听到这话，罗凤娇的脸色一变，当即就发出一阵抽抽噎噎的声音：“四海，你看看他，我刚来就敢这样说我，以后还不得反了天！”秦云静静看着罗凤娇表演。怪不得能把他爹迷得神魂颠倒，真有两把刷子。秦云，你他妈说什么？秦四海当即脸色就变了，猛地站起身来，抬手就要打秦云，同时冷声喝道：“快给你妈道歉！”我妈？秦云冷笑一声：“她配当我妈吗？我凭什么给一个小山道歉？”这句话直接刺中了罗凤娇的内心，当即就一拍桌子，扯着嗓子喊道：“我是小山吗？你可真是搞笑！你妈才是那个小山，她自己没本事留住男人，也能怪到我头上呀！实话告诉你，你妈去世那天晚上，你爸就在我那里。”秦云的眼睛瞬间就红了起来。他猛地死死地盯着秦四海，奶奶告诉他，当时秦四海是在田间劳作，没有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没想到却是在别的女人的肚皮上。这一瞬间，他对秦四海的心中再不抱有半点希望，更无法原谅。自己的父亲原来是这种人。看着秦云的目光，秦四海的眼神有些闪动，叹了一口气说道：“爸是对不住你妈，但你妈死了也没办法，只要你答应替文通顶罪，我和凤娇一定把这个家好好撑起来，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说着，秦四海猛地踹了旁边的秦文通一脚，秦文通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声泪俱下说道：“弟弟，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等我念出大学，赚的钱全都给你。”看着跪在地上的秦文通，秦云露出一抹冷笑，刚想说咬定不给他顶罪，心中却是忽然掠过一个报复的想法。他也是开口说道：“好，我愿意给他顶罪。”这一句话出口，几人都惊呆了。刚刚还咬定不放，一转眼这就答应了。秦云淡淡开口说道：“我不是为了你们，而是因为他同样是我妈的儿子，这才是爸的好儿子。”秦四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秦文通也是在这瞬间如释重负。走吧，他们就在外面。秦四海在后面提醒一句，几人一起朝着外面走了出去。二哥，你不能去给他顶罪。正在这个时候，一道瘦弱的身影从外面跑了进来，枯黄的头发和张了口子的破旧布鞋，这是长期营养不良而形成的肌黄面容，但却仍旧难以掩饰是个美人坯子的事实。来的正是秦云的妹妹，她叫秦玲，是母亲的3个孩子中，她和秦云的关系最好。她此刻正满脸着急，一把拉住秦云的衣角，眼中已经蒙上一行眼泪。二哥，你不要去，你给他顶了罪出来以后，别人都会看不起你的。看着妹妹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容，刹那之间，秦云的眼泪差点就夺眶而出。前世的妹妹去世的时候，他还在监狱之中，所以他至死都没能看到妹妹脸。下一秒，他直接一把搂住秦玲，深深将她拥入怀中，感受着久违的温暖。他一字一顿地说道：“妹妹，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这个家里面，恐怕只有妹妹是真心关心他。”秦玲，你说什么呢？都是一家人，我们还能害你哥哥不成？快挤开，别耽误了你哥哥的正事。旁边的罗凤娇当即就急了，走过来就想把妹妹拉走。秦云转过身，眼神冰冷地看向继母。如果不是他把妹妹不当人的使唤，自己的妹妹又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就夭折？感受到秦云冷漠的目光，罗凤娇露出一抹笑容，想要化解尴尬。这不是怕外面的人等得着急了吗？秦云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是噬骨的寒意。罗凤娇当即就闭上了嘴。秦云轻轻揉了揉妹妹的头，安慰开口说道：“妹妹，你就在这里等我。”随即和几人朝着前院之中走去。很快，秦云就看到几个身穿制服的人站在尘土飞扬的院落之中，一旁是陪笑的二叔和二婶，就连奶奶都拖着有些佝偻的身体站在一旁。看到秦四海一行人走过来，其中一个人上前一步，面色冷峻的开口：“我叫冯勇，这个案子我来处理。伤者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医院，情况不太好，可能那条腿保不住了，以后就会是个瘸子。现在请伤人者和我们回去，审判之后再进行定罪。”秦四海连声答应，随即一把将秦云推了出去。是他不小心把人家的腿打断的，要有什么处罚，我们绝对没有二话。那天晚上天很黑，所以被打断腿的人也没看清楚究竟是谁打的他，这也给了秦四海找秦云顶罪的空子。冯勇看着秦云开口问道：“人是你打伤的吗？”这话一出口，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齐刷刷的朝着秦云看过来。
他们的心中满是激动。只要秦云点头，那文通的这个坎就算过了，秦家以后也要出第一个大学生了。尤其是秦四海，盯着秦云的眼神都快望眼欲穿。然而面对冯勇的质问，秦云却是摇了摇头，开口说道：“这件事和我可没有关系，是我哥哥秦文通失手打伤的。”刹那间，整个院子落针可闻。上集说到秦四海让秦云去帮哥哥顶罪，没想到秦云当着叔叔面后直接翻脸。秦云，你胡说什么？刚刚在屋里你不是说人就是你打伤的吗？秦四海当即就怒目圆睁，恨不得现在就把秦云大卸八块。看着秦四海着急的模样，秦云自嘲一笑：“真是我的好父亲啊，这么急着把我推进火坑，可我偏不让你如愿。”而后秦云上前一步，继续说道：“同志，你可以查看秦文通的裤脚，那里还有没有擦干净的血迹？而且村里的人看到他晚上急急忙忙跑回来的也不少，都可以作证。”听到这话，冯勇立马朝着秦文通的脚下看过去，一番仔细查看之后，确实发现了血迹。而叔叔同志早在进到村子里的时候，也了解到事实和秦云说的一样，秦文通确实趁着夜色跑回了家。冯勇的面色冰冷，朝着一同前来的同志一点头，立马给秦文通戴上了手铐，压着他朝着外面走去。爸，救我！我不想进去。听着秦文通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秦四海面带痛苦的转过头去。随着一阵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渐渐远去，整个秦家彻底炸开了锅。二叔摇摇头，声音中带着一些质问，开口说道：“秦云，你怎么能这样呢？文通可是你的亲哥，你为他顶个罪又怎么了？”二婶也是开口说道：“就是以后文通可是要成为大学生的，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你替他顶罪，他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的，他以后肯定会拉你一把。”你们是希望他能够拉你们一把吧？秦云冷笑一声，直接戳破了二叔一家心里的小九九。秦云，你说什么呢？我们可是亲戚，是一家人。二叔顿时有些恼怒，还没等他说完话，秦四海暴怒的声音响起：“敢骗老子！今天老子非要扒了他的皮！”说着抄起旁边的扁担，就朝着秦云的头上劈头而下。秦云却是不闪不避，冷眼看着秦四海：“要打你就把我打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那我一定会亲手把你送进牢里。”一句话让秦四海举着扁担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中。秦四海猩红的双目出现一抹清明半晌之后，终于将扁担放了下来，捏紧了拳头，朝着秦云吼道：“好小子，老子真是造孽，生了你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竟和老子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滚，现在就滚，以后不要回秦家来，老子看谁给你一口吃的！”现在还停留在包产到户的时代，一家人的粮食只能指望着家里壮劳力，这也是秦四海如此有底气的原因。好，反正看着你们这对狗男女，我也恶心。秦云正求之不得，直接说道：“正好一家人都在，我们把家分了吧。”秦云知道再留在这个家里，只能被秦四海一家人吸血。不如分家，虽然苦点，但至少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分家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是愣在了原地。不行，不能分家。罗凤娇第一个表达了反对，她还指着秦云在家里给她做事，如果她现在走了，家里的重担可就都落在她肩头了。想到每天做饭收拾家务，罗凤娇就头大。她来到秦家可是来享福的。不能活了，我的孙儿竟然要分家！秦老太也是不依，当即就拄着拐杖坐在旁边的石磨上，气得抹起了眼泪。我是做了什么孽？原本和和气气的一大家人，现在竟然要七零八落，这让我在村子里还怎么抬得起头来？秦云神色复杂地看向秦老太，他其实根本不考虑家庭是否和睦，考虑的仅仅是治家有方的威严，在村子里会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后果，甚至连自己母亲死后，秦四海匆匆再娶，他也没有阻拦一下。我怎么活下去用不着你管，再怎样也不用替别人去顶罪。秦云冷声开口：“这个家我分定了，我马上叫队长来作证。就算不分家，我以后也要一个人过。”前一世，秦四海和罗凤娇处处袒护着秦文通，甚至把偏袒都写在了脸上。不管自己是死是活，他盘算的永远都是自己和秦文通的利益。这种父亲他不要也罢，不过自己的妹妹他还是要带上的。活着的时候跟着秦四海他们生活的妹妹并不幸福，本就体弱的妹妹后面积劳成疾，早早就夭折去世。这一世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滚，立马就滚，老子就当生了个畜生！秦四海气得脸红脖子粗，我还当你是个畜生呢！秦云的声音震天，比秦四海的声音更响。说完之后，秦云直接转身朝着外面走去，准备去找队长。秦家一家人都呆住了，他们想不明白，前几天还低眉顺眼说什么是什么的秦云，怎么转眼之间就变了模样？秦云的妹妹秦玲从屋里跑出来，拉住他的手，眼中已经是泪水连连。看着干瘦的小妹，秦云的眼中闪过一抹心疼，小心翼翼地擦去秦玲的眼泪，问道：“妹妹现在要分家，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看着哥哥脸上的心疼之色，又转过头看了看父亲脸上的冷漠，秦玲点点头：“哥，我愿意和你一起走。”秦云抱住妹妹：“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前一世的遗憾，这一次我要全部补全。”说着，他拉起妹妹的手，从家中收拾出了自己的床铺，径直朝着门外走去。随后，他找到了生产大队队长张勇，说了要分家的要求。张勇的脸上也满是震惊，张口想要劝说，但看秦云心意已决，只能同意。秦云开口说道：“张叔，我们刚刚分家，
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知道村里还有空房子吗？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住的地方。自己在村子里虽然也有交好的伙伴，但带着妹妹住进人家家里也不合适。张勇沉思片刻，有些犹豫地说道：“房子村里倒是有一间，是村东头刘老汉家的。去年他刚刚去世，家里面也没有孩子。你要是愿意，就先住在那里也是可以的。”上集说到秦云不帮哥哥顶罪后，愤怒的秦家都说是秦云没良心，而后秦云忍无可忍，只能闹起了分家。哥，咱们就要住在这里吗？秦岭眨巴着眼睛朝着秦云问道。秦云点点头，左手握住秦岭的小手。放心，哥会把这里弄好，以后我会让你住上大房子。妹妹会心一笑地说道。我不怕和哥哥吃苦，与其留在家里给大哥顶罪，还不如我们出来。两人随即开始收拾房间，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久未居住的房子也终于有了个模样。云哥，你咋突然分家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这刘老汉的房子能住吗？不行，先去我家凑合几天。走进来的两个人正是秦云的伙伴，两人名叫黄坤和大胖。秦云笑着说道：“别提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秦云在这村子里是最讲义气的，只要是伙伴出事，他是第一个就冲上前去的。大胖还想再问，旁边的黄坤直接踢了他一脚：“闭上你的嘴，分了家也好，云哥肯定能过得蒸蒸日上。”他随即指着筐里的土说道：“云哥，这是2里山那边的土，最适合盖房子了，是我俩专门挑过来的。哥，这里还有几个红薯和土豆，你和妹子留着吃，不够的话，我们明天再给你带来一些。”这可不行，粮食可金贵的很。秦云连忙拒绝，现在正是包产到户的时候，家家都没有余粮，这些粮食对他们也很重要。云哥，你就拿着吧，等以后过好了再还给我们也不迟。黄坤开口说道。再说了，饿了谁也不能饿了妹子不是？秦云一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但这份情他也一定要还。思考片刻，他开口说道：“现在正是鱼秋最肥的时候吧？明天早上你们到清水河等我，咱去干一把大的。”云哥，你该不会是想打鱼吧？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清水河的鱼精得很，其他人都打不着，咱们去了估计也白费。大胖也劝说道：“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好歹也有口吃的不是？”这你们就别管了，打不到10条鱼都算我脑子进水了。秦云眼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好吧，云哥，大不了浪费明天1天时间，我们陪你去。大胖嘟囔一声答应了下来，转头和黄坤离开了秦云家。第二天一早，秦云和妹妹吃完早餐，随后直接来到了清水河边。清水村背靠清水河，因此得名。河水里面盛产本地特有的桃花鱼，这种鱼肉质鲜美，刺少肥硕。每到这个季节，总有不少人想抓上2条尝尝。黄坤嘴一咧，开口问道：“秦云，你这是拿了什么好东西，还故意挑了这么个时候来？”秦云却一笑也没多说，直接从怀里摸出一株草，开口说道：“我要这种草，越多越好。”这是他来的时候从路上挖的，现在农人愚昧，只以为是野草，但他重活一世，知道这是麻沸散的主要成分洋金花，这也是他抓鱼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大胖拿起来一看，立马就说道：“这是啥？不就是野草吗？而且这草有毒，上次我吃过，足足睡了1天。”别管那么多了，我要这东西有大用。看到秦云态度坚决，大胖和黄坤2人开始分头行动。没过2个小时，就各自拿着一大把走了回来。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秦云找了一块凹形石头，把洋金花放了进去，开始捣碎。有黄坤和大胖帮衬，很快就得到了碎草根叶。而后秦云拿出了面粉和碎草根叶拌在了一起，直接扔进去了河里。黄坤还想说什么，却看到秦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2人当即噤声，看向了河中。片刻之后，几道水声响起，无数的桃花鱼露出脊背，朝着这边飞快地游过来。人爱吃豆面不假，但是鱼也爱吃啊！我的天老爷啊，这啥时候见过这么多鱼啊？黄坤和胖子呆住了，抬起头看秦云的目光就像是看个怪物。还愣着干什么？把刚刚的草叶倒进去。2人像是如梦初醒一般，这才把刚刚倒下的洋金花汁液倒进了河水中。没过几分钟，河里的鱼就翻起了肚皮，静静地漂浮在河面之上。粗略一数，足足有30多条，而且在其中还有着几条黄鳝和几只甲鱼。我要的桶你们带来了吗？秦云笑着开口，惊醒了还在愣神的2人。带来了，带来了。大胖说着拿出3只水桶，但这么多鱼，他们压根就没法带回去。秦云粗略算了一下，每一个水桶中装5条，空间还有富余，3个水桶刚好装15条。来，剩下的鱼你们拿着，回去可以卖给其他人，或者自己吃也成。秦云，这可是你自己辛辛苦苦钓到的鱼啊，这鱼我们不能要。2人眼睛都快粘在鱼上面了，但他们还是坚持着说道：“你们这是说啥呢？要没你们2个帮忙，我那房子到现在还破破烂烂的，不就是几条鱼吗？回头请你们吃肉。”秦云不废话，直接把鱼塞到了2人的手中，叮嘱说道：“而且这鱼没死，差不多3个小时后就又能活蹦乱跳，味道美得很。”听到秦云这样说，加上这鱼，2人也实在想吃，最后他们也没客气了。他们散开后，而秦云则是拿着鱼悠哉悠哉地朝着村外走去。清水村地理位置不错，往南走几里地就是县城。秦云背着鱼篓走进了县城的一条小巷中，由不得他不小心，这个时候个人私自卖东西，十有八九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他没急着叫卖，而是来到一家小饭馆，看到里面人不多，这才走了进去。小兄弟，想吃些什么？这才刚一进去，一个男人就走了过来，开口问道。秦云露出讨好的笑容，开口说道：“哥，我不吃饭，是想借用您家的家伙事，做个菜而已。”
上集说到秦云带着妹妹分了家后，他靠前世的技能来到了河里，抓了很多桃花鱼去往县城里卖。不吃饭你进来干嘛？还借我的东西做饭，你这是找事呢？男子一听，当即就勃然变色。您别着急，秦云连忙开口说道：“我借您的东西不白借，这是我们村里特有的桃花鱼，熬出汤来味道美得很，我白送您一条。”男子还想再说些什么，秦云又接着开口道：“您这饭店是宾客往来，您忙到现在想来也没吃饭，我熬个鱼汤也要不了多少佐料，要不我做好了您一块尝尝。”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秦云的话说的极为客气，再加上再三保证，男人思考了片刻之后点头同意。行吧，希望有你说的好吃。秦云应了一声，提溜着鱼走进了厨房中。鱼汤做起来很简单，这年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科技与狠活。秦云把新鲜的桃花鱼捞出来，去除内脏和腮，把油烧热，放进佐料之后开始生炒。等到时候差不多了，瞬间一股特殊的香味直冲鼻子，这味道真不错。男人刚喝了一口，眼神瞬间就亮起来了。他随即思索片刻，开口说道：“兄弟，你这鱼卖给我吧，先1天3条，要是吃的人多，我再找你多要。”秦云一笑说道：“好嘞哥，不过这桃花鱼抓起来费劲得很，我还得马不停蹄的运到这来，所以价格要贵一些。你要的话算你2块一条。”一条鱼要2块，小伙子你疯了吧？男人当即眉头一竖：“我去农贸市场，那里的鱼才8毛一条，你这一条鱼就要2块。哥，农贸市场的鱼我也不是没吃过，一股子土腥味，哪有着桃花鱼好吃？”秦云不肯让步，接着说道：“咱这鱼你也看到了，做法简单，做出来的味道可是鲜得很。”秦云的话让男人动了心，县城里面人本就比村里有钱的多，更喜欢这种美味。他思虑半晌才开口说道：“行，那我先要3条，要是卖得快，我再多来几条。”好嘞哥。秦云二话没说，直接从鱼篓里面捞出来3条给了男人。收拾完自己的鱼，他这才朝着外面走了出去。此时正是工厂下班的时候，来来往往都是穿着蓝色迪卡装的工人。小兄弟，你这鱼怎么卖的？不多时候就有人前来问价，但一听说是2块钱的高价，就都是甩头就走。秦云也没着急，继续坐在路边等待着顾客。在厂门口卖了2小时后，截止到现在我已经赚了12块多，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抵得上农人辛辛苦苦劳作半个月。正在这时，几个身穿蓝色制服、袖子上绑着红袖章的男子正朝着这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坏了，是厂里的保卫科的人来了。旁边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周围人顿时乌泱乌泱朝着外面跑去。秦云也慌忙收起鱼篓，跟着人群朝着外面跑去。由不得他们不害怕，这个年代投机倒把可是重罪，被抓住少则教育，重则关押。直到跑出去老远，看到后面的人并没有追上来，这才放松了脚步，靠在一旁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今儿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平时这帮人也不来啊。一个年轻男人靠在秦云旁边，嘴里嘟嘟囔囔说道：“也没听说上头要来检查。”秦云心中一动，问道：“朋友，这保卫科的人来的频繁吗？”男人看了秦云一眼，就直接打开了话匣子：“不频繁，县城里这么多张口，总的吃饭不是？咱们这是被人举报了，保卫科的人碍于面子，总得出马来看看。要是真想抓咱们，早一点来一抓一个准。”明白了。秦云毕竟经历2世，很明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弯弯绕绕。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投机倒把这种概念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失。行，兄弟，我先走了，厂子里的人都已经走完了，今天是卖不出去了。男人和秦云打了个招呼，转头就离开。秦云也提溜着鱼篓，打算去城里面买点东西。5分钟之后，看着前面的大路，秦云刚打算走出去，前面却突然传来一阵谈话声。哎，还是晚了一步，要是咱能去的早点，早就把他们全抓了。秦云皱眉，这道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另一道声音明显有些不耐烦。行了，今天的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也要回厂里了，有什么事情再说吧。别，那里面的人我知道，就是我们村里的人把河里的鱼捞出来卖到县城，这不是妥妥的投机倒把吗？那道声音有些急促，他这可是我们集体主义的蛀虫。然而保卫科的人可没听他那么多，直接转头离开。秦云的心中咯噔一下，从河里面捞鱼来卖，说的不就是自己吗？他的心中闪过一抹愤怒，难不成真的是他？等到脚步声消失，秦云小心翼翼探出头去，拳头顿时捏紧。外面站着的人正是秦文通。他不是被抓走了吗？怎么又能安然无恙地走在大街上？秦云皱眉，随即把放着鱼的鱼篓放在地上，拿起一个空鱼篓，蹑手蹑脚地摸了出去。趁着秦文通唉声叹气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秦云猛地把鱼篓靠在他的头上，接着猛然暴 K， 一拳又一拳接连 K 在秦文通的头上，像是在发泄着多年以来的不满。从小自己就护着他，即便父母再偏心，他也并没有心生不满。但哪怕自己顶罪，换给了他肾，得到的却是带着嘲讽的眼神。自己这口气咽不下。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直到鱼篓里面的求饶声渐渐变得微弱时，趁着他没反应过来，秦云起身拔腿就跑。上集说到秦云卖完鱼后暴打了秦文通一顿，而后他自己也去采购了一些生活物资。秦云，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看到秦云提着大包小包走过来，秦家人瞬间不淡定了。罗凤娇更是盯着那块肥肉望眼欲穿。
村子里贫瘠得很，即便是在过年，也只有较为富庶的人家能吃上一顿。至于他们家，打从秦云记事起就从没沾过荤腥。秦云没说话，继续朝前走去。罗凤娇小跑几步走到秦云的面前。秦云，你再怎么说也姓秦，就算是分了家，但这血缘亲情可是断不了的。罗凤娇和秦云说着话，眼睛却是不断打量着秦云拿着的东西。他是越看越心惊，除了肥肉，还有大米、盐巴。姚妈，你到底想说什么？秦云停下脚步，冷眼瞧着一肚子花花肠子的罗凤娇。秦云，你看奶奶年纪的也大了，你爸又干着重活，这营养实在是有点跟不上。你看你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咱们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在一块多好。说着，罗凤娇轻易的想拉住秦云的手。当时你爸也是一时气上头了，亲生的儿子咋能说分家就分家？咱回来那间里屋可是一直给你留着呢。秦云闪身躲开，冷笑一声：我当初分家的时候住的什么样的房子，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我和妹妹连一口吃的都没有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回来？秦云的话语让罗凤娇当即就脸红了。秦云那是说啥呢？这不是忙吗？我和你爸还想着今天就去看看你们呢。秦云想都没想，直接说道：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呢？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会不明白吗？至于奶奶身体不好，那你应该问我爸和我哥了，毕竟他们才是秦家的顶梁柱。秦云斜眼看了一眼在后面的秦四海，心中只有无尽的恨意。到现在还想趴在我身上吸血，想得美。凤娇回来了，秦四海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走上前来把罗凤娇朝着里面拉回。已经分家了，还和人家要什么东西？就当我没生过他这个儿子。秦云冷眼看着两人的动作，心中没有一丝波澜，转头继续朝着前面走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活该你死在外面！身后秦老太不断的咒骂传来，秦云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当年母亲尸骨未寒，他就默许罗凤娇这个狐狸精进入秦家的门，至于自己更是不闻不问，这个仇他记一辈子。回家的路上，秦云把他两兄弟也叫了过来，并说道：来，这是咱们卖鱼赚的钱，买了东西剩下这么多，这些是你们的。云哥，你这是做啥？黄坤想也没想就把东西推了回去。说实话，捉鱼的办法是你想出来的，要是给了我俩，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来。我俩最多也就是出个脸，哪用给我们分钱？大胖也是开口：就是，能吃这么一顿饭已经是天大的报酬了。秦云仍旧坚持，两人实在推脱不下，只能接过猪肉，但这钱却是说什么都不拿。几人又说了会儿话，他们走之前，秦云特意叮嘱的说道：明天早上别忘了来抓鱼。第二天一大早，几人又来到清水河旁，有了之前的操作，这次几人干得很快，3个小时之后就捞到了30多条鱼。云哥今天去县城，我们能和你去不？黄坤开口问道。我们也想出去外面看看。秦云一点头，正好今天的鱼太多，他一个人还不好运，索性直接同意道：行，跟着我吧。几人一路朝着县城中走去，依旧是昨天的那个小巷，但昨天的小饭馆老板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秦云的面前。兄弟，你可算来了！昨天你卖的那条鱼，我定价3块半，你猜怎么着？排队的人多的是。男人像是打开了话匣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天德。今天小兄弟拿来了几条鱼，今天我要拿10条。好嘞。秦云没废话，接过苏天德递过来的2张大团结，捞出10条鱼递给了他。行，我看兄弟你以后也别到别的地方卖了，就给我供货就行。苏天德现在的心情美得很，一拍板说道：有这买卖还嫌赚不到钱吗？秦云一笑不可置否，也没同意，只是说会先紧着卖给他。聊了会儿天之后，转身离开。云哥，你咋没同意呢？10条鱼就能卖20多块，一直供货，这不是妥妥来钱吗？秦云摇摇头：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就算是有合同毁约的事情，我也见得不少。而且你能够确定卖鱼的只有我们一家吗？秦云的目光闪动：咱们用豆面捞鱼，迟早会被其他人知道，到时候他们卖个1块5，你看这老板买谁的？卖完鱼后，秦云几人正在大快赌，忽然2个身影朝着里面走来。秦云打眼一看，这不是秦文通吗？此时秦文通的脸上竟是青一块紫一块，眼睛还变成了熊猫眼，明显上次秦云把他揍得不轻。和他一块进来的还有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女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女孩。怪不得秦云在之前能够在城里碰上他，感情是当起了小白脸啊！看这模样，真有那么几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感觉。秦文通刚刚进来，一眼就看到了大吃二喝的几人，当即拳头就捏紧了。被打的时候虽然没看清是谁动的手，但那破鱼篓子的味道，他可不会记错，动手的只能是秦云。怎么了？旁边的女孩出言询问道。没事。秦文通松开了拳头，冷眼瞧了秦云一眼，就是碰上了个只知道背后是刀子的小人。女子看了秦云一眼，眼中也闪过一抹不屑，随即和秦文通坐到了另一桌上。给我们上1道糖醋鱼，再要1道清炒虾仁、小炒肉。女子的声音清脆动人，朝着秦文通说道：文通，你刚刚受了伤，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再点，我请客。小柔，你对我这么好，我受之有愧。秦文通含情脉脉地看着李小柔，开口说道：我是个穷小子，只能和你说一说一些文学诗歌。那正说明文通有才华，现在谁还能懂这些呢？看得出来，李小柔此刻被秦文通迷了个5迷3道。妈的，这小子还装起来了，谁不知道他在村里是个什么德行？黄坤忍不住暗戳戳地骂了一句：平时软的和疙瘩一样，被别人欺负连个屁都不敢放，都是靠着秦云给他出头，现在居然装起来了。
上集说到秦云和兄弟在吃饭时，秦文通突然带了个女孩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看秦云如何把他们拆散。哥，你怎么也来县城了？秦文通没想到秦云会走过来，脸色当即就沉了下去。你是文通的弟弟？李小柔有些讶异，心中有些想不通了。明明是兄弟，但秦文通怎么会对秦云如此不满？秦文通刚想说话，秦云便笑着打断了他的话头。对，这是我哥哥，也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不过哥，你不是应该被关进去了吗？怎么又在这里？一句话让周围的气氛瞬间就变得不对劲了。秦文通转过头，死死地盯着秦云。李小柔一愣，文通，他说的这些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秦云继续说道，当时我哥不小心把人打伤了，人家上门之后要抓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晚上人没看清，打人的不是他而是我，他还想让我进去顶罪。打蛇打七寸，秦云的话顿时让秦文通在李小柔心中的形象直线下降。黄坤和大胖也过来帮腔，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他说了我们可以作证。秦文通，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李小柔的眼中满是失望，转身就朝着外面走去。小柔，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秦文通慌了，他的前程，他的未来可都在李小柔的身上。他连忙朝着外面追出去。临到门口，秦文通猛地转过身，朝着秦云冷声说道：“秦云，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看着秦文通仓皇离去的背影，几人顿时哈哈大笑。这叫什么？这叫拯救人于水火之中。酒饱饭足，直到把盘子里最后一点油心都吃完之后，几人这才出了门。秦云还特意打包了一些饭菜，准备带回去让妹妹尝尝鲜。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去，几人回到了村里。来，这是今天卖鱼的钱。秦云把钱分好，塞到了两人的手中。云哥，我们只是……眼见着大胖和黄坤又没打算要，秦云直接说道：“这钱你们必须收着，不然之后赚钱我可就不带你们了。”黄坤和大胖面面相觑。秦云解释道：“你们想想，厂里面的食堂供着多少人？要是这件事能成，光靠我们几个人捞鱼肯定不够。到时候一旦要扩充人手，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忙得过来？不还得你们帮忙吗？”听着秦云的话，两人这才把钱收起，随即听秦云安排完接下来的活计，这才转身离开。秦云也拿着打包好的饭菜朝着家里面走去。住手！这是我哥哥赚到的钱，这些东西也是我哥哥买回来的，你们不能拿走，我是不会让你们拿走的。正在这时，小院之中传出来的声音让他的脸色骤然一沉，随即快步朝着前面跑去。此时小院之中，罗凤娇正和秦玲不断扯着一个大的尿素袋子，在旁边还站着秦家老太。你哥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哪里能吃得完？我这是在帮你呀，要是坏了不就浪费了吗？罗凤娇一边扯着尿素袋子不松手，一边还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走，我们吃不吃得完也不用你来拿。”秦玲的小脸撅得通红，小小的手上已经满是勒痕，有些甚至已经被拉出了血印。但即便是这样，她也在努力坚持。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来帮我抢啊！罗凤娇气喘吁吁，朝着旁边的秦老太喊道：“等等，要是秦云回来，我们可就拿不到了。”秦老太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扔掉了手中的拐杖，也朝着秦玲冲过来。两人一上手，秦玲顿时有些招架不住，情急之下张口咬了罗凤娇一口。你敢咬我？罗凤娇当即就急了，直接狠狠一个巴掌打在了秦玲的脸上。秦玲的脸上顿时就红肿一片。住手！敢打我妹！秦云冲进来，看到这一幕，拳头瞬间就捏紧，快走两步，直接一腿踹在了罗凤娇的身上。扑通一声，罗凤娇被踹倒在地上。转头看到秦云到来，脸上顿时满是尴尬。秦云，你回来了，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为我们好。秦云的眼中满是怒火，抢这些东西他耐人，但是感动他的妹妹就是不行。他二话没说，直接快步上前，一巴掌狠狠地打在罗凤娇的脸上，啪啪之声不绝于耳。我不给你就算了，你们还敢上来抢？足足打了10几个巴掌，秦云这才停下来。罗凤娇的脸上满是红肿，一行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极为狼狈。秦云来到小妹的面前，小心地查看伤势，并且问道：“没事吧？”秦玲的眼眶之中眼泪直掉，委屈的哭：“哥，我没事，他们过来要东西，看在奶奶的份上，我已经给了他们1块肉，但是他们还是不依不饶，还想要抢。”秦云安慰道：“没事的，剩下的事情交给我。”秦云，你打了凤娇，今天不赔东西，你别想好。秦老太捡起拐杖，在秦云面前朝着秦云戳戳点点。罗凤娇也没有丝毫起来的意思，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秦云冷哼一声，看着这些极品佳人，心中反而是闪过一丝庆幸。要是不分家，还不知道要被他们吸多少血。奶奶，我尊敬你，我叫你一声奶奶，但看看你做的事情，哪一点配得上这2个字了？秦云把东西收好，冷声的开口：“秦文通是你的孙子，我和小玲就不是了吗？我妈尸骨未寒，就能舔着脸让这破鞋进门？你把我妈放在哪里了？”秦云的声调猛然拔高，让秦老太都是吓了一跳，但接着便是气愤，伸出的拐杖不断颤抖。那我也是你奶奶。他知道在这个年代，父母拥有最大的权威，他不信在他搬出来这个身份，秦云还敢再说什么？为老不尊，连养出来的儿子都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就给我滚蛋！家里的东西就算我喂狗都不给你！没想到秦云直接一嗓子吼出来，眼中的冷漠让他都害怕。这孩子是怎么了？怎么自从上次拒绝给秦文通顶罪之后，
怎么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不知道的是，秦云在肾被摘之后，早就认清楚了他们的真面目。不行，你打了我就得赔我东西，今天不把你买回来的东西给我，我就不起来。罗凤娇还在作妖，咬定了是秦云动了手。秦云开口说道：“小玲，去叫黄坤和胖子一起过来。”他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上集说到罗凤娇和奶奶趁秦云没在家后上门，就是要把秦云家搬空，被秦云发现后上去他们一顿输出。你还敢叫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秦老太走上来，又伸出拐杖朝着秦云点来，和这个赔钱货一样，都是不懂礼数的东西。秦云可没惯着他，直接一伸手把秦老太的拐杖拿了下来，用力一撅，直接把拐杖折断。再说我妹妹一句不是，我回去砸了秦家。秦云话中的阴冷让秦老太当即就愣在了原地。翻了，翻了！哪有孙子敢这么对待他的奶奶？秦云没再说话，一屁股坐在两人的面前。不多时候，黄坤和胖子走了过来。云哥，怎么了？你们去找生产队长说有人抢东西。秦云直截了当的开口说道：“重病就需猛药医，今天他非要罗凤娇付出代价。”黄坤和胖子对视一眼，直接走了出去。片刻之后，生产队长张勇抽着旱烟来到小院。队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秦云他打人，你看看。还没等秦云说话，罗凤娇就开始恶人先告状。这番添油加醋，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秦云有多大逆不道。可惜罗凤娇在村里早就臭名远扬，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哪个不说他爱占小便宜，不是个东西？张勇转头朝着秦云问道：“秦云，你来说说发生了什么事？”秦云点头说道：“我家里放了点猪肉和豆面，他们趁着我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妹妹，他们就来抢。张叔你也知道，当初分家我家里面就算一根擀面杖都没让我带走，这事我过不去。”秦云的话有理有据，况且在村子里一直风评甚好。张勇也明白了事情的大致情况。张勇吧嗒了两口旱烟，开口说道：“秦小兄弟，这事我知道了，你想怎么处理？”秦云冷淡开口：“送派出所，全队出大字报。”虽然现在还不是像之后档案会留存，但传出去一样不光彩，对于秦文通更是致命的打击。听到这话，罗凤娇和秦老太当即就急了：“张队长，你还有没有长眼睛啊？秦云他打了我多少？我告诉你，我不服！”罗凤娇说着，当即拿出那股撒泼的劲头，当即从地上爬起来，对着张勇喋喋不休。秦老太也是出言：“不行，这事要传出去，别人该怎么说我秦家？都给我闭嘴！”张勇半点没站在他俩的身边，冷喝一声，两人当即屁都不敢再放。秦云，你看再怎么说也是一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要不让大队给点处罚，这事就算了。张勇朝着秦云开口说道：“这事如果捅到派出所，大队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不行，我不同意。秦云直接拒绝。张勇又抽了两口烟，说道：“等等，四海就来了，要不然让他和你说。”话音刚刚落下，秦四海高大的身形就出现在门口。这还是自从分家之后，父子俩第一次见面。现在的秦四海身上要疲惫许多，脸色苍白，就连身体都是消瘦了不少。秦云，你到底想怎么样？秦四海走到秦云的面前，开口问道：“他们上门抢东西，我把他们送进派出所关几天，很合理吧？”秦云回的答，没给秦四海留一点颜面。秦四海死死盯着秦云，他们一个是你妈，一个是你奶奶，送进派出所你不怕遭报应吗？你能把自己亲生儿子送进监狱，能在自己妻子去世不满头期就另娶他人，你都不怕遭报应，我怕什么？秦云冷笑一声，心中没有半点愧疚。至于当我妈，也不看看他配不配。你的好儿子秦文通因为这事被人指指点点，更是活该。秦四海瞬间愤怒无比，抬手就要动手，老子现在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子！秦云站在原地不闪不避，他的心中已经打定主意，只要秦四海敢动手，今天就一块把他送进派出所。秦四海悬着的巴掌终究是没有落下来，心中不断回想着昨晚上秦文通对他说的话。他攀上了城里的富家女，只要顺利，不光上大学不用他们出钱，还能让秦家发达。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只要你松口。秦四海咬着牙说道。这是如果被秦文通攀上的那个富家女知道，肯定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只能向秦云低头。想解决也行，把家里的骡子给我。秦云想了想，说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在农村，一个家庭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干活的牲口。秦云，你疯了！秦老太站出来，朝着秦云开口怒骂：“你知道不知道，能让文通出来，你爸他赔了多少钱？家里又欠下多少外债？没有这个骡子，你让我们怎么活啊？”秦老太现在恨不得把秦云撕成八瓣，这种话根本就不是一个儿子能说出来的。秦云心中自嘲一笑，对秦家人的恨意又多了几分。原来当初家里是有能力解决这件事的，但偏偏选择了一种代价最小的，就是让自己去坐牢。好，我答应你，现在就去把骡子牵过来。沉默良久，秦四海还是答应了秦云。他起身离开片刻之后，把骡子拉到小院之中。骡子不能给他啊，没了骡子，家里的农活没法干啊。秦老太着急得很，
还想要把拉骡子的绳子抢过来。秦四海搀住秦老太，把绳子扔到地上，朝着旁边的罗凤娇喊道：“你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回家！要不是因为你这张破馋嘴子，今天能出这种事吗？”罗凤娇自知理亏，没再敢说话，直接就跟着秦四海转身离开。看事情解决了，张勇和黄坤几人也和秦云打了声招呼，离开了小院。小妹的目光有些犹疑，拉住秦云的衣角，小声说道：“哥，咱们这么对咱爸，是不是有些不太好？”秦云心中叹了一口气，妹妹的年纪太小，有些时候还不足以辨别是非。他俯下身子，揉了揉妹妹的脑袋，说道：“小妹，哥哥做过一个很真实的梦，你想不想听？”上集说到秦家上门抢秦云的东西没能得逞，还赔了骡子又丢人，而妹妹看见父亲的样子也很是担心。梦里面哥哥答应了给秦文通顶罪，你留在了秦家，但家里无论是好吃的还是新衣服，都从来没有你的份。到时候你生了病，罗凤娇却依旧让你干着重活，砍猪草、喂牲口，大半夜都让你出去洗衣服。不知不觉间，秦云的眼眶之中流出一行清泪，而哥哥却在狱中服刑，直到你去世都没能看上你一眼。说着，他紧紧握住秦玲的手。小妹相信我，他们只认为秦文通才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是好是坏，他们不会关心半分。小妹看着秦云，也忍不住鼻子一酸。她知道整个秦家疼她的只有秦云一个人。小妹，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我要让你上学，住大房子，狠狠打秦家的脸。我们能做的，他10个秦文通都比不上。听着秦云的话，小妹也是坚定一点头。她相信秦云。好哥，我们一起努力，都要过上好日子。秦云一笑，从旁边拿出打包好的饭菜。好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健健康康的长大，剩下的哥会给你准备好。把这些饭菜热一下，快去尝尝。第二天一早，黄坤和大胖准时来到秦云家，淋好打鱼所需的豆面之后，兴冲冲的出发。每一次打鱼就能赚那么多钱，现在两人的兴致高得很。不过这一次秦云并没有跟着他俩一块去，而是拿上这些天赚的钱，出门到村子里晃悠。他的目的是想收一点古玩。他明白后世那东西的价格都是有市无价的，而他想了半天，可能有这东西的清水村差不多只有2、3家。秦云先来到第一家，是从前的私塾先生杨家。现在整个家中只剩下了周大娘和2个儿子，生活过得很是艰苦。周大娘，你在家呢？秦云提着一条鱼走进了院子中，朝着在院子中洗衣服的老婆婆打招呼说道：“是秦云啊，来，快进家坐。”看到有客人来访，周大娘立马站起身，把手上的水擦在身上的围裙上。来就来吧，还带什么鱼？秦云一笑，昨天去捞鱼运气不错，捞到几条桃花鱼。周大娘之前帮过我，就想着给您也带一条。都是一些小忙，怪不好意思的。周大娘也不是蠢人，这桃花鱼金贵得很，哪会有人白送？肯定是有事情。于是他开门见山道：“秦云，你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秦云点点头，也没藏着掖着。大娘，不瞒你说，我来找你确实是有事。杨大伯是知识分子，识字很多，您这有没有上了年头的物件？我想收1、2件有用。具体用途秦云也没说，村子里人多，闲言碎语传出去，难免会横生枝节。周大娘一愣，片刻后小心翼翼地问道：“秦云，你说的那东西值多少钱？”秦云也还真没收过古玩，斟酌着开口道：“只要是个上了年代的物件，我至少给你4块钱，要是好的话，5块、7块也行。”周大娘眼中顿时流露出一抹欣喜，但想了片刻之后，还是摇摇头：“秦云，不好意思啊，我一个妇道人家也不懂这些，都是老头子收拾的。现在他去世了，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去哪了。”秦云心中有些失望，看周大娘的反应，家里肯定是有这样的物件，但不想拿出来。秦云也没办法，只能说道：“好，那麻烦周大娘再想想，后面想到在哪了，再卖给我也行。”说完就打算起身离开。周大娘连忙提着鱼快走2步：“秦云，这次没帮上你忙，这鱼你拿回去吧。”秦云笑着摆摆手：“大娘，这鱼你留着吃吧。”周大娘还想再说些什么，秦云却已经走了出去。第一家受挫，秦云没有气馁，转而来到了驻村委的孙柱家。对于他家，秦云还是有很大把握的。之前孙大壮被人欺负，险些被人推下悬崖，正是秦云出手才阻拦下来。为此，孙柱一家人还亲自上门道谢。秦云，这是什么风？既然把你吹过来了。秦云刚刚进门，孙大壮就走了上来，朝着秦云打了个招呼。秦云嘴角一笑，说明了来意。孙大壮想了一会儿，东西可能还真有，不过我劝你现在先别找我爸妈了。怎么了？孙大壮凑近秦云身边，还不是因为我姐那件事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姐非喜欢你家那个秦文通，我妈支持，但我爸和我一样都看他不顺眼。为了这事，今天他们又吵了一架，我姐气得离家出走了，我妈现在还在生闷气。还有这事？秦云的脑子飞速运转。感情我这好哥哥秦文通还是个脚踏2只船的渣男啊！一面吊着城里的富家女李小柔，一面还和孙大壮的姐姐勾搭在一起，这狗东西真不是人！孙大壮摩拳擦掌：“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了，一整个秦家都不是个东西。今天晚上我就一把火烧了他们家狗日的东西。”烧了别人的房子，你被抓进去怎么办？你爸你妈又怎么办？他们就你一个儿子，没了顶梁柱，他们能承受得住这个打击吗？秦云喝止住了孙大壮。思考片刻后，嘴角露出笑容。这件事我有办法。你有办法？什么办法？孙大壮一听来了兴趣，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
你就别管了。说完之后，秦云直接走进了房间。房间之中的气氛有些沉重，孙柱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旁边的孙大壮娘正不断的抹着眼泪。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那秦文通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被他骗了。孙柱很是恼火，指着大壮娘说道：就算他是个大学生又能怎么样？你要非嫁秦家人，我看秦云就不错，人敢出头，有男人血性。上次咱大壮被人打了，那还不是人家秦云救下来的吗？此时秦云咳嗽2声，走进了房间。秦云，你来的正好，叔跟你商量件事，我那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孙柱看到秦云满是皱纹的老脸，当即就绽开了笑容。你年纪也大了，正是娶媳妇的时候，要不然就和我姑娘定下婚。别叔，这事还是得长久考虑。秦云连忙摇头，他可不想现在这么早就结婚。孙柱一听就急了，哎，你这小子是不是看不上我姑娘？叔你别着急，这件事我有办法，让大娘也看清楚秦文通的真面目是怎样的。上集说到秦云无意间知道了自己哥哥竟然在脚踩2只船，这让他有了安排他的机会。看清秦文通的真面目，大壮娘有些疑惑的开口说道：秦云，文通一直不是个挺好的小伙子吗？前几天还来我家干活，人又勤快，嘴又甜，活该说你是个败家娘们。孙柱又急了，我就看不上他那副样子，油嘴滑舌，屁事不干，还秦文通好的话能做出让秦云给他顶罪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事情吗？大壮娘嘴唇动了几下，但终究是没说话。秦云也开口说道：那天我去县城也看到秦文通了，不过他却是和一个富家女子待在一起，看模样应该是在谈恋爱，处对象。大壮娘一听，立马不可置信的开口：不能吧，我看着他们可是很老实的呀。秦云摇摇头：大娘知人知面不知心，能考上大学拼的是学习能力，而不是人品。孙大叔，这件事你先不要和你闺女说，等我把证据拿过来的之后，她也就会明白了。好。孙柱当即点了点头，一拍秦云的肩膀：我就说吧，秦云这孩子不错，有勇有谋，以后肯定差不了。叔和你说的是，你当真不考虑一下吗？秦云心中一阵无语，叔我现在还小。孙柱这才放弃了这个念头。秦云接着说道：不知道家里有没有2人的信件这一类的东西。孙柱一拍脑袋，这还确实有。说着就翻箱倒柜，从里面找出一沓信纸。秦云拿过来一看，正是秦文的笔记。亲爱的孙，昨天又下雪了，但是这信的内容看得秦云一阵肉麻。你要的话全部拿走，到时候好好治治我这姑娘，让她看清楚秦文通到底是啥人。秦云却只是从中抽出了3、4张，开口说道：不用，有这些足够了，这可真是意外之喜。虽然还不知道李小柔的身份，但只要是在县城里面，那我就不愁见不到她。对了，秦云，你这次上门是有什么事？也没啥叔，就是想问一下，家里有没有上了年头的物件？如果有的话，我想买。秦云的话音刚刚落下，孙柱当即就拍着胸脯：你帮了我家这么多，这东西当然的有了。说着，他就从里屋搬出来一个花瓶。看看这件东西，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当时可是费了不少劲才能保留，你要是喜欢搬走就是。秦云从兜里拿出5块钱，强行塞到老孙柱的手中。叔，这5块钱你拿着，我还不知道这物件的价值，要是好，我再把剩下的钱补给你。孙柱当即就急了：傻孩子，这说啥钱呢？你拿着就是了，要不是你大柱万一摔下去，我找谁哭去？听到孙柱的话，秦云知道他是不可能收这钱了，索性也就把钱收了起来。也行，那后面我来找大壮，让他跟着我一块干，也好能多赚点钱，这才对嘛。孙柱满意一点头，还想留下秦云吃饭。秦云借口说妹妹还在家，这才离开。拿着花瓶，秦云回到了家中。刚回家没一会儿，黄坤和大胖2人拿着几个鱼篓来到了秦云家中，看到桌上的花瓶，也是啧啧称奇。行，明天咱们准备出发，争取卖一个好价钱。一夜无话。第2天，秦云和2人准时出发，很快就来到了县城之中。这一次饭馆老板直接要了15条鱼，还大方的多给了秦云2块零钱。秦云也是笑呵呵的接了下来。而后他们又来到了小巷中开始叫卖。不过好在这一次要买鱼的人不少，直到下午时分，鱼也卖了个七七八八。走吧，别卖了，咱去拜访那位伙食团的团长。秦云估摸着到了下班时间，他拿出特意留下的2条较大的鱼，收拾起鱼篓，朝着先前李主任告诉他的地址走去。突然黄坤开口说道：云哥，要不然还是你一个人去吧，我们不会说话，去了也是添麻烦。秦云刚想说些什么，旁边的大胖也是说道：云哥，还是你一个人去吧，这些鱼篓也得带着，毕竟有些不体面。秦云想了想，也是这么个理，索性也就没再坚持，和2人打了个招呼就朝着外面走去。很快他就来到了李主任介绍的大客户家里，他很有礼貌的敲敲房门，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不多时房门就被打开了。周团长好，我叫秦云，先前李主任给了我您的地址，冒昧拜访，多有打扰。李主任确实和我说过这件事，请进。坐定之后，周元开口说道：小伙子不错，而且还懂医学，李主任可是在我面前夸了你不少，没上过大学却有如此见识，在村子里很难得。秦云一笑，把鱼拿了出来。周团长，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鱼不是什么稀罕物，您不妨做了尝一尝，味道不错，营养价值也很丰富的。李主任是秦云在厂门口认识的一个老大爷介绍的。秦云本以为那老头是个青铜，没想到那老头居然是个王者。
李主任也和我开了口，我也不能让他失望。这样的，你每天送过来20条鱼，收购价按1块5走，你看怎么样？秦云一听，心里面顿时一沉。厂里的工人众多，20条根本就不够分，很明显是这个周元不想驳了李主任的面子，又不想给他开这个口，而且这价格也定得太低了点。但秦云也没拒绝，仍旧是满脸笑容伸出手。那就多谢周团长了。周元也站起身准备和秦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从里屋传来一声娇蛮的声音：“谁啊？怎么家里面有一股鱼腥味？”接着一道身影走了出来，此时他的脸上满是嫌弃。秦云定情一看，这不是当时和秦文通一块吃饭的李小柔吗？怎么他会在这里？李小柔，你能不能懂点礼貌？周元一听，脸色就沉了下来，朝着李小柔开口说道：“快给客人道歉。”秦云好奇地问道：“这位是？”“这是我的女儿，跟了他妈的姓。”周元又开口说道：“那我们就说定了，每天供20条鱼，价格是1块5，你考虑清楚之后过来告诉我一声就行。”上集说到秦云卖鱼时偶遇秦文通的女友李小柔，不知真相的李小柔却把秦云骂了一顿。你就是文通说的那个弟弟吧？文通他已经跟我说过了，你的心肠比毒蛇还狠。李小柔可是半点没客气，就差指着秦云的鼻头骂。这女的口中话语不停，她是失手打伤了人不假，但是你故意告诉别人，让他们家找上门来的。至于让你顶罪，那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但是事到临头你却反了悔，你就是想故意陷害他坐牢。秦云听得心中苦笑。要不说秦文通能脚踩2只船吗？这洗脑能力放在现代怎么也是个传销组织的导师，竟然能让李小柔改变主意，反而死心塌地的相信起了他。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小柔竟然还是周元的女儿，这下事情就麻烦了。小柔，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和那个穷小子来往吗？怎么到现在还在一起？周元愤怒的声音响起：“他一个穷小子，就算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厂里面的大学生多如牛毛，他能够给你一个好的生活吗？你为什么非要跟着他去受苦啊？”爸，文通他和其他村里人不一样，他有才华有学问，以后肯定会有发展的。李小柔分毫不让，还在为秦文通撑腰。周元怒不可遏，冷声的开口：“放屁！你给我滚回去，今天都不许出来！”他这个女儿让他可谓是伤透了心。李小柔直接摔门走了进去，临走了还冷喝一声：“我不管，他的东西你一概不能收，你要是接受了他的东西，我现在就离开家，和文通私奔。”周元气得胸膛上下起伏，坐在椅子上良久才平静过来。小伙子，让你见笑了。周元朝着秦云叹了一口气：“这孩子都被我惯坏了，没想到长大以后这么叛逆。”他随即又是转变话头道：“不过，要不之前的事情还是算了吧。要是出去私奔，一旦发生什么危险……”秦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周元这是刚好有了借口，既可以拒绝秦云，又可以找个借口糊弄李主任。看着赚钱的机会眼睁睁就要从自己的面前错过，秦云思虑片刻之后，小心地说道：“周叔，刚刚你也听到了，我和秦文通是亲生兄弟，虽然现在已经分家了，但我毕竟了解他，可以和您说一说他。”秦云最后还是决定放手一搏，赌对了他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机会，但也有可能周元本就对秦文通厌恶，根本不会给他说话的机会，还会因为他是秦文通的弟弟戴上有色眼镜，以后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周元看了一眼李小柔的房间，开口说道：“出去说。”秦云心中一喜，看周元的反应，他应该是赌对了。来到楼道，周叔，不瞒你说，我之所以要分家，就是因为他。秦云打开了话匣子，从父亲逼迫给哥哥顶罪，到平时对于秦文通的偏袒，他都是说了一个遍。周元听的是咬牙切齿，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好好的姑娘怎么就会喜欢上这么一个东西。秦文通唯一厉害的就是他的这张嘴，颠倒是非哄人是有一套。说完这些之后，秦云压低声音：“周叔，如果想让小柔死心，我有一个好办法。”什么好办法？周元一听来了兴趣，只要能把女儿拉回来，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很快他又叹息说道：“我怎么和他说，他都不愿意。我看你说的办法多半也是白费力气。”秦云却是摇摇头，抛出了杀手锏。在清水村，秦文通其实还和另外一个姑娘在谈恋爱，并且还写了许多肉麻的情书。如果能把这些东西给小柔看的话，不用您说，她自然就不会再喜欢秦文通半点。啥？这小子还在骗我女儿的感情？周元一听，瞬间暴跳如雷，着急追问道：“那这些信件在哪里？”要说这件事也是碰巧，昨天我去买古玩时就去了村里的一户人家，他家的女儿也是对秦文通死心塌地，问过之后，他爸就把这些信件给了我。秦云也没藏着掖着，直截了当的说道：“秦文通他这么对我，我自然想到拿着这些信件来到县城找那位姑娘给他看，我就是想戳破他伪善的面目，却没想到这位姑娘就是周叔你的女儿。”周元不禁高看了秦云几眼，这小伙子说话有理有据，有仇必报也算坦诚。那些信件当真在你手里？周元再次确认。秦云点点头。今天我想着是来拜访您，所以就没带在身上。明天我到县城就给您带来，到时候您给小柔看一下，她就明白了。周元当即拍板说道：“要是能让小柔对那什么秦文通死心，你卖鱼的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两人又闲聊片刻，秦云也知道自己该走了，和周元打了一声招呼之后，转身就离开。在路上，秦云忍不住感叹天意弄人。如果不是我重生，恐怕秦文通的生活还真是无比顺利。即便不能娶李小柔为妻，但也能够顺利读完大学。
他到时候前途一片通达，而自己和妹妹却像是没人要的野草，被整个秦家抛之脑后。不过现在，秦云的脸上露出一抹冷笑。正当他想着是的时候，忽然一道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有人落水了，有没有人会水的啊？快来救人啊！”秦云扭头一看，只见在不远处的堤岸上，一个女子正在急声呼喊，手指着下方急着团团转。秦云来不及多想，直接一跃跳进了水里。不多时，秦云就把人带了上来。云叔，云叔你怎么样了？然而任凭他如何呼喊，姑娘却仍旧闭着眼睛。秦云叹了一下呼吸，发现很是微弱，女子的眼泪当即就涌了出来。云叔，没有你我怎么办啊？他还没有死。秦云气喘吁吁地来到女子的身旁，强打起精神，开始给女子做心肺复苏。上集说到秦云回家的路上救了一个意外落水的女孩子，但怎么也没想到她家却是大有来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改天我们一家一定亲自登门道谢。我叫秦云，家住在清水村。秦云有气无力说道，随即挥挥手，先把他送到医院，看看身体有没有其他损伤。女子再次朝着秦云道了一声谢，这才慌忙叫人往医院赶去。当秦云回到家后，已经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秦云和秦陵做好饭菜，炖了满满的一碗猪肉，另外还特意多炒了几个菜。而黄坤和大胖两人就按照昨天的约定上了门。秦云还把孙大壮也叫了过来。我的天老爷，云哥，你这是赚到大钱了！孙大壮一进门看到丰富的饭菜，当即嘴巴都合不拢了。秦云一笑说道：“这有啥？以后咱能顿顿吃肉。”说着把这些天抓鱼的事情和孙大壮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孙大壮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云哥，这条花鱼真能赚这么多钱吗？这也太多了吧！咋的？不信云哥？黄坤笑嘻嘻地问道。信整个清水村，我最信的就是云哥了。孙大壮一边不停加肉，一边还嘟嘟囔囔。吃完饭后，黄坤几人就提着鱼篓走了回来。孙大壮满身鱼腥味，但仍旧掩饰不住脸上的笑意。云哥，这次我找了2、3个人，可是捞了好多鱼，足足有80多条呢，现在应该足够卖的了。几人都快把村里的鱼篓借完了。秦云的脸上也是露出笑容，倒是旁边的秦陵有些担心，拉了拉秦云的袖子，开口说道：“哥捞这么多鱼回来，万一卖不掉的话，那不是……”秦云笑着摸了摸妹妹的头，放心好了，哥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你就等着在家数钱吧。到时候万一数错，哥可还是要打板子的。如果算错了，你尽管找我。秦陵很骄傲地仰起头，他读过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算个钱还是没问题的。正当几人放好鱼篓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门口响起一阵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就在里面有人投机倒吧！秦云一听，坏了！很快，一对手臂上戴着红袖章、面色严肃的人走了进来。秦云的心中掠过一道疑问：按道理来说，他们只会在城里活动，并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好，也不会很严格。但是现在竟然来到了村里抓我，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果然，秦文通面露冷笑，紧跟其后走了进来。果然是你个狗日的！黄坤当即就脸色一变，朝着秦文通冷声怒骂：“是我又怎么样？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们要是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还怕来抓吗？”说完，他挑衅一般的看向秦云：“你不让我好过，那我也不让你活得舒服。”他转过头就朝着洪秀章中领头的一个开口说道：“峰哥就是他们，好端端的把村里面的鱼抓起来，送到城里去投机倒把，人证物证俱在，可以抓了。”现在的秦文通可谓是得意至极，被叫做冯哥的人一点头，当即冷喝一声说道：“把他抓起来，给我送到派出所去。”秦云的眼神无比冰冷，他用屁股想都知道，秦文通这是借用了李小柔的关系才能请得动这些人。为了针对我，秦文通可还真是不遗余力。其他人员听到这句话，立马面露寒气，朝着秦云走过来。慢着，谁要是敢动云哥，我让他走不出这个门。正在这个时候，孙大壮冷声开口，手里握着一块砖头，直接拦在了秦云的面前。剩下的人也极有义气的和孙大壮站在一起。秦云带着他们赚钱，几乎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风险，他们绝对不允许秦云在他们面前被抓走。要没找你们事，你们倒还站出来了。秦文通一改平日懦弱的模样，把狗仗人势演绎了个淋漓尽致。冯哥他们也参与了投机倒把，是从犯，应该把他们也抓起来。冯哥的脸上毫无波动，又是一挥手，几人朝着秦云他们围拢过来。等等，这些鱼是我抓回来的，和他们无关。秦云缓缓开口，随即推开站在他面前的3人，主动站了出来。你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就行。无论是什么时候，法律的尊严都不容许挑战。如果孙大壮他们做出了什么过激的举动，反而得不偿失。云哥，你不能。秦云轻轻抬手，转过身看着黄坤，低声的说道：“放心，就算是进去，最多也就是关几天，你们记得照顾好我妹妹。”说完，秦云抬脚跟着冯哥一行人走了出去。
外面已经停好了公务车，秦文通特意安排让他和秦云坐在一起。车子缓缓开动，秦文通脸上的笑容愈发得意。秦云落到今天的下场，你感觉如何？当初你骗我要让我进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有今天？你抢走我家骡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有今天？说着，秦文通的情绪有点激动。你知不知道，为了赔偿那户人家，我们欠下了多少外债？你就是个骗子，就是个白眼狼，亏我秦家还养你这么久。秦云的脸色平静，如果没发生后面的事，他还真会有些愧疚。但是现在他的心中无比坦然。你是秦家的掌上明珠，你当然可以理所当然的指责我，但是为什么你能上大学，我就上不了？为什么你犯了错，后果却要我承担？为什么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先用，然后才能轮到我和妹妹？秦云冷声的开口。我告诉你，秦文通，我就是咽不下这一口气，我恨不得看到你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长达5年的牢狱之灾，他早就已经看穿秦家人的真面目。秦文通的脸上露出一抹恼怒，但很快又笑了起来。没关系，反正现在你犯在了我手里，你就给我待在里面，这辈子都不要想出来了。这一次，秦云却没搭茬。上集说到秦云带着自己兄弟捕鱼回到家后，没想到秦文通却带着一群人上了门把他给带走了。姓名：秦云，年龄。审问的时间很漫长，但秦云每一次都平静地说了出来。很快，一张报告就放在了他的面前。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签个字吧。冯哥冰冷的声音响起，秦云拿过来一看，却是当即面色一变。抢劫罪、故意伤人罪、投机倒把罪，整整10几个罪名。我不认罪，这上面的事情不是我干的。秦云当即拒绝，仅仅是一项投机倒把，最多也就关10天。但是如果是这么多罪名，他还真有可能会被判刑到监狱。拒不认罪。冯哥似乎早就料到秦云会这样做，直接开口说道：这上面的罪名都是秦文通同志举证的，并且也都找来了证人。确实看到当时你把鱼篓套在了他的头上进行殴打，伤痕我们也找人看过了，没有错。秦云心中咯噔一下。这一次秦文通够狠，自己动手的时候明明是看到四下无人才动手的，不用说，那肯定是他随便找来几个人给了点好处做的伪证。我否认，我没有殴打秦文通。秦云冷静地开口说道：我们会按照程序启动调查，这几天你会先关在派出所内。冯哥已经和秦文通通了气，他接着说道：你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秦云的拳头紧紧捏紧，自己签下名字，秦文通肯定会在外面捏造自己更多的犯罪证据，到时候我还是会被送进监狱。而黄坤他们都是村里人，即便想救我也找不到什么办法，这是个死局。秦云长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自己重活一次，还是逃不过上一世的结局，这可能就是上天注定吧。正当秦云已经绝望的时候，忽然一道中正平和的声音响起：小冯啊，我看这件事其中肯定是有误会，不妨调查清楚再说。秦云一愣，目光看向门口，走进来的是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灰麻色长裤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神态从容。他这一开口，直接将秦云拯救于水火之中。谁也没想到，在秦云马上就要认罪的当口，竟然有人出来要保秦云。站在派出所门口的秦文通也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声音，当即脸上就出现一抹怨愤。审讯秦云的冯哥立马就站了起来，带着惨笑朝着来人说道：高局长好。高瑞点了点头，随即说道：首先，我对你认真的工作态度很赞赏，启动调查的程序也没有错，但是这位小伙子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就在昨天，我夫人和女儿去水边玩耍，女儿云舒却不小心落水，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但因为水流湍急的缘故，周围人都不敢下水搭救，唯独这位小伙子当即就跳下了水中，救下了云舒。他说着，高瑞的目光看向秦云。救人之后转身就要走，他不图任何的好处，要不是我夫人问到了名字和住址，云舒的救命恩人我高瑞这辈子都见不到了。高瑞说话并没有以势压人，而是平平淡淡讲道理，旁边的人也是频频点头。即便救的不是我高瑞的女儿，是其他人，有如此高尚的品格，会是你口中的犯人吗？冯哥连忙摇头，先前确实不知道秦同志有救人的行为，是我的失职，我检讨。另外，这件事情我也调查清楚了，秦小同志已经和炼钢厂的厂办食堂形成了约定，打到的鱼是用来提供给食堂的。听到高瑞的这句话，秦云的心中闪过一道震惊，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让周元出来作保，此人的能量绝对巨大。高瑞继续开口道：我们这么抓人，没有搞清楚状况，我看是要赔偿秦同志。我听闻这鱼是桃花村的特产，价格高昂，那我们就以1条2块5进行赔偿吧。秦云当即心中涌过一股热流，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错误撇得一干二净，还顺水推舟给了自己赔偿。这对于他来说绝处逢生了。冯哥哪里还有之前的那股劲，连忙点头：好，这件事情我着手去办。高瑞点了点头，目光看向秦云：小伙子，现在你可以出来了，我们一家还要好好感谢你。秦云跟着高瑞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看到站在旁边的秦文通，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秦小兄弟，请上车。高瑞朝着秦云一伸手，秦云道了一声谢之后坐到了车的后座之上。而此时
秦文通不甘心的找上冯哥，冯哥，秦云他不是证据确凿了吗？怎么现在又……闭嘴！冯哥可没再给秦文通好脸色。就你还大学生呢，没看到我们局长都来了吗？你找的那些证据当真是真的吗？我没追查你一个伪造证据已经算好的了，以后别来找我了。秦文通呆呆的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最后也只能气冲冲的离开。他要再去找李小柔，不把秦云搞垮，他不甘心。秦云坐在车内，高瑞一边开车一边和秦云闲谈，越谈他的兴致越高。小伙子不错呀，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各地的风土人情的？秦云自知说漏了嘴，笑着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村里有的时候会发大字报，另外我也买了一些书，经常看也就知道了。很好，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你的见识比一些大学生还要好。高瑞夸奖道。你别看有人考上了大学，但如果他们只懂做题不懂实践，以后就算投入到工作中也是纸上的秀才。不一会儿车子就停在了一栋楼前，秦云一看，心中顿时有些咂舌。上集说到秦云正要认罪时，高瑞突然出来把他接走了，而不知情的秦老太和罗凤娇还在得意洋洋地考虑要如何对待秦云的妹妹。今天我夫人听说你要来，特意去菜市场买了好多菜，跟着你我也算是有口福了。秦云来了，快坐尝尝我的手艺。高瑞的夫人叶一柳将秦云请到桌上，谢谢阿姨。秦云道谢，但看了一圈也没看到救下的姑娘。叶一柳是心思细腻的女人，她开口说道：云叔已经没事了，不过这妮子脸皮薄，觉得你吃了她的豆腐，所以她在里屋呢，咱不用管她。秦云连忙说道：阿姨，当时是情况紧急，我没事。秦小兄弟，说来我还得感谢你呢，我知道那是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高瑞摆摆手，他见多识广，知道秦云并没有这个心思。当时送到医院说他被急救的很及时，如果不是你，很有可能有危险。秦云这才放下心来。吃完饭后，秦小兄弟，现在的情况还是当个工人比较稳定，你有没有想去的厂子？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要是想进派出所，我也可以给你做个报，你可以从基层干起。很明显高瑞起了爱才之心，想为秦云解决工作。然而秦云思考片刻后冷静说道：谢谢高叔叔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继续留在村里发展。高瑞停顿了一下，他也没想到秦云竟然会拒绝自己，他随即开口说道：能和叔叔说说你这样选择的原因吗？秦云一笑，沉稳的开口：叔叔，我认为我们的国家以后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势并存的发展方式，我觉得民营经济以后是大有可为。高瑞看着秦云，眼中满是欣赏。等到秦云走后，高瑞朝着叶一柳说道：一柳，你觉得秦云怎么样？很不错，生在农村还能有这样的见识，大学生都比不了。叶一柳抬头略带讶异说道：你该不会想让他和云叔发展关系吧？高瑞一笑，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小伙子第一次和你见面就知道叫你阿姨，刚才说的话更是有先见之明，很明显见过大世面。现在我担心的是他可能看不上云叔。叶一柳有些震惊，他知道高瑞的眼光一向都是眼高于顶的，没想到这么高看秦云。另一边的秦岭眼见着秦云回来了，他直接扑到了秦云的身上，兄妹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秦岭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似的，连忙在秦云身上摸索。哥，你有没有受伤？他们没有对你做什么吧？秦云笑着摸了摸秦岭的头，没事，哥好着呢。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秦云这边已经把事情处理了个差不多，但秦家这边却是连连叹气。你说秦云这次能回来吗？罗凤娇一边吸溜着红薯粥，一边说道：切，回来？他回来个屁！因为整天喝红薯粥的缘故，秦老太被饿得面黄肌瘦，他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狠声说道：这狼崽子，吃咱们的喝咱们的，到头来连点东西都不给咱，还把咱的骡子要走了。就是也不知道文通啥时候回来，上次带的饭菜都吃完好多天了。罗凤娇的眼中出现一丝回味，越想越觉得口中的红薯粥难以下咽。吃就知道吃，这个家迟早被你吃散。秦老太瞪了罗凤娇一眼，但又旋即说道：咱文通正忙正事呢，要是和城里的那姑娘定下来，咱们家有的是好日子。这不已经把秦云抓过去了，到时候秦林那个死丫头肯定撑不住，到时候回来咱家，咱们也就不用这么累了。听到这话，罗凤娇立马就高兴起来。她嫁到秦家是来享福的，但这段时间饭要她做，地要她锄，弄得她是劳累不堪。文通早就说过了，这次他不光要让秦云被抓进去，还要判刑，就连证据都已经找好了。罗凤娇嘿嘿一笑，上次秦云打了他那么多巴掌，他可是记得死死的。秦云落难，他心里可是高兴得很。那可不是，我家文通可是大学生，心里想的比咱们快了10步。秦老太脸上得意洋洋，这两人可是配上一对了，个个都盼别人落不下好。这里是秦云家吗？正在这时，满脸堆笑的冯天走进了小院中，手里还拿着一些礼物。苹果、香蕉一应俱全，还有村子最紧俏的白糖。冯天正是那天审问秦云的冯哥，眼瞅着秦云抱上了大腿，想着赶紧过来赔礼道歉。毕竟秦云要是个小心思的人，后面有他吃苦的地方。这个时候正是饭点，村子里来了外人，本就是一件稀罕事，
村里的不少人都跟着冯天来到了秦家旁边，秦老太连忙站了起来。对，这里就是秦云家。他还不知道秦云早就被放了回来，更不知道冯天此行的目的，还以为是文通的面子，就连冯天都得上门讨好。这样想着，他的尾巴简直要翘到天上去了。大娘好，这是我买的礼物，不值些钱您收下。冯天走进院子里，把礼物放在院里的石桌上，他可不知道秦云早就已经分家出去了。好，秦老太笑得嘴都快合不拢了，朝着罗凤娇使了一个眼色。罗凤娇会意把东西拿回了房间。这水果他们可是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回。秦老太清了清嗓子，当着村里人的面故意说道：还是文通有面子，放心，回头我和文通说一声，给你说说好话。其他村里人顿时开始交头接耳。秦文通这么有面子，竟然让派出所的人都登门拜访了。秦家该不会真要飞黄腾达了吧？果然还是得读书，看看这考了个大学，果真不一样了。听着旁边人说话，秦老太和罗凤娇情不自禁地把胸脯都挺高了几分。扬眉吐气，这真是扬眉吐气呀！冯天心中疑惑，我明明是冲着秦云过来，怎么现在却老是说秦文通？但他也没想那么多。闲聊了一会儿之后，秦老太开口问道：你们最后把那白眼狼怎么处理了？判了几年？冯天没反应过来，哪个白眼狼？罗凤娇搭茬道：还能有谁？秦云呗。冯天当即站起身道：你们搞错了吧？秦云是救人的英雄，怎么可能会背叛？一句话直接让两人都愣在了原地。感情秦云压根没被抓过去。等等，秦云是不是已经跟你们分家了？上集说到秦老太和罗凤娇趁秦云被抓走后，疯狂的在村民面前秀起了自己的优越感，没想到下一秒却被秦云的出现吓得一愣。原来秦云已经分家了，害得我白跑一趟。另外告诉你们一句，秦文通如果再污蔑秦云，他就等着被抓吧。冯天现在对秦文通无比厌烦，要不是他，哪里还有这么多的事？村子里的人顿时面露惊愕。啊，原来这人送礼是送给秦云的，不是送给他们家的。算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还好秦云分家分得好。秦云这娃子不错，没上过大学又怎样？村里人顿时七嘴八舌说了起来，和先前形成鲜明的对比。随即冯天转头就朝着外面走去，但很快又折返回来，把我买的东西还给我。此刻秦老太的脸色比锅底还黑，被人当着鼻子骂，这种感觉可不好受，更何况整个村里人可都看着呢。不行，送出去的礼物哪里还有收回来的道理？秦老太猛地一戳拐杖，冷声说道：进了我秦家的门，这东西就是我们的。他们竟是要强夺下冯天带来的东西。冯天一听，顿时气坏了。这世上还有这么蛮不讲理的人家？我劝你现在把东西拿过来，我当做什么事情没发生。冯天的脸色一变，还能欺负到他头上了？不行。罗凤娇也是跳出来，她受够了红薯粥，做梦都想吃好东西。行，秦文通捏造证据诬陷秦云，秦云同志宽宏大量不予起诉，那就我来起诉。我还不信了，还能治不了个秦家了？听到这话，秦老太和罗凤娇的脸色齐齐一变。秦文通可是他们的心头肉，是秦家掌上明珠，也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正在这个时候，听到消息的秦云走了过来，开口问道：冯哥，我听别人说你来找我。冯天转过身，脸上立马露出笑容，带着歉意开口道：对，闹了个乌龙，我还不知道你已经分家了，竟找到了秦文通家里。更可气的是，礼物还被他们抢走了。看到秦家秦老太和罗凤娇铁青着脸色，秦云也大致明白了什么事情，当即就冷笑一声，平静开口说道：冯哥，你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你应该是知道怎么处理。冯天一听，秦云这是要给他指一条明路啊。他装作思考片刻后开口道：我还真想不到，秦云你见多识广，要不然你来说一说。秦云理所当然的开口说道：不是自己的东西，竟然想要强行占有，这不正是抢劫罪吗？本来因为是高瑞的关系，秦云并没有打算让冯天做些什么，一方面担心给高瑞惹来什么麻烦，另一方面难免让别人有狐假虎威的感觉。但秦云是怎么都没想到，秦家人这帮蠢货竟然把冯天给惹毛了。那接下来自己需要做的，不过就是顺手推舟一把。冯天的眸光一动，当即就冷声说道：还是秦云你想的周全，没错，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秦老太和罗凤娇当即就被吓呆了，罗凤娇连忙把东西从里屋拿出来，给你的东西我们不要了，我们不要了。秦老太也是明白，他俩惹上的是硬茬子。正在这个时候，门外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都在我家门口干什么？觉得我秦家好欺负不成？来人正是在田里劳作完的秦四海，他扛着锄头走了回来。秦云的二叔也在旁边，跟着二婶也在身后。同志，我现在通知你，这两个人因为抢劫罪，我现在要把他俩抓到派出所。冯天看到秦四海脸上的焦急，不用想也猜到是秦家当家的。秦四海当即被气得脸色通红，目光突然发现在人群中的秦云，他猛地冲过去，一把抓住秦云的衣领。秦云，你个白眼狼，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秦四海几乎是咆哮着喊道：你个白眼狼，养不熟的东西，都已经把骡子赔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哼！秦云看着唾沫横飞的秦四海，心中只是涌出一股悲凉与冷漠。一家5口人，个个都是极品，明知对方是派出所的人，竟然还想着用村里人的蛮横强抢下东西。头发长见识短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让你……冯天当即就站到了秦云的前面，想要拦下，谁知秦云一抬手，声音比秦四海更大：“来，让他打，不打我看不起你秦四海。”这2句话直接让秦四海的眼睛血红，此他的脸上青筋暴突。正在这个时候，从远处传来一道急促的声音：“爸，不要动手！”只见秦文通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秦四海愤怒无比：“今天老子就是进去，也要把这小子打废，就当我秦四海没生过这个玩意。”秦文通开口：“爸算我求你了，你要是这样，我大学就不去上了。”接着又凑近到秦四海的耳边，低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见秦四海脸上的表情竟然慢慢松动，接着就松开了秦云的衣领，一言不发朝着家中走去。秦四海猛然朝着罗凤娇大声喊道：“还愣着干什么？丢了这么大的人，还不快点滚回来！”罗凤娇和秦老太夹着尾巴回到了家中，接连2次找事的都是他俩。上一次赔了骡子，这一次更是丢了大人。眼看事情已经解决了，其他村里人也都纷纷离开。冯天立马来到秦云身边，开口说道：“秦云，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那天实在抱歉。”秦云笑着说道：“没事，冯哥，秦文通确实是有些狡猾，这是怨不得你。”看到秦云没有计较，冯天的脸上也是露出笑容，随即一拍秦云的肩膀：“走，我去看看你昨天捞的鱼，然后进行赔偿。”这也是他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毕竟连高瑞都发话了，他只能照做。2人一块来到秦云的家中，冯天粗略一数，就当100条来算吧。秦云知道冯天这是想给自己一个人情，也就笑了笑：“好的。”按照2块5的价格，冯天给秦云算了钱。要离开的时候，冯天转过身，对着秦云说道：“秦文通那小子心里面可有不少的花花肠子，你还是要小心一些。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来派出所找我。”秦云，你怎么来了？门口的秦云提着2条鱼：“我本应该早一点来的，但后面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就耽搁了。这2条鱼您收着。”周元接过鱼，把秦云几人迎进了家门。你的事情高局长已经和我说过了，这件事情我同意了，每天70条，价格是2块。当日送过来后，我们检查完没问题，就会把钱给你。秦云笑着说着：“周叔这次来是想给您说一说秦文通的事情，我们上次说好的事情，我从来都没忘记。”说着，他指着旁边的孙大壮：“秦文通在村子里处的对象，正是他的姐姐。”孙大壮也是站了出来：“我可以证明，秦文通这小子没安好心，总是来找我姐。为了这件事，我家里也是鸡飞狗跳。”周元一愣，脸上这才露出笑容。秦云看到气氛差不多了，从兜里拿出信件：“周叔，这您可以看看，秦文通这人仗着自己考上大学，肚子里有些墨水，写了不少情书，您拿给小柔看看，自然就可以知道这是否存伪。”周元拿过来一看，立马冷哼一声。原本他只是因为秦文通的出身而不看好2人的感情，却没想到这小子还敢欺骗我女儿的感情。好，你先坐着，我给你泡杯茶喝。小柔她等等就快回来了。没多久，李小柔从外面走了进来。当她看到秦云的第一眼，她的眉头先是闪过疑惑，接着又是厌恶。秦云也明白这秦文通把他抓进去，绝对是靠着他的关系。你怎么又来了？难道还想诬陷文通吗？李小柔冷漠说：“上一次你从派出所出来，算你运气好，再敢说我文通的不是，我就再把你抓进去。”旁边的周元面色一变，起身怒吼着：“你是不是去找你舅舅去了？你竟然为了他去让你舅舅办事，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你舅舅带来怎样的风险？”李小柔看着发飙的周元，心知不妙，但他还是嘴硬：“我就是找了，但舅舅不是也答应了吗？为了文通，我什么都愿意做。”离你远！周元被气昏了头，抬手就要朝着李小柔的脸上打过去。秦云一看，赶忙上前拉住周元的手：“周叔，他也是被蒙蔽了双眼。”秦云，你闭嘴，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的。李小柔压根不买秦云的账，眼中满是愤怒：“你简直蠢到了无可救药！”周元一把拿起桌上的信纸，丢到了李小柔的脸上：“捡起来看看，你那所谓的文通就是这么对你的。”李小柔从地上捡起信纸，冷哼了2声。在他眼里，秦文通就是个完美的恋人，有才华有学问，对他又一心一意的好。然而当他的目光接触到信纸之后，他的脸色顿时一变：“亲爱的孙，昨天又下雪了。”李小柔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她翻来覆去的查看信件，心中仍旧带着一丝希望。瞬间，李小柔的眼眶之中眼泪直打转。他竟然骗我！李小柔泣不成声，哭着跑回了房间之中。秦小兄弟，谢谢你了，你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心头之患啊！周元也没去管李小柔，而是开口和秦云说道：“没事，周叔，像是这种渣男我必须得揭露，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你说的渣男是什么意思？周元第一次听过这个词。秦云开口解释：“这种男人就像是甘蔗，刚开始吃觉得挺甜，但是越吃就越是不对劲，到后来就只剩下渣子了。”周元竖起大拇指：“秦小兄弟这个比喻妙啊！”时候不早了，周叔我就先走了，您多劝劝小柔，为了这种男人不值得。他刚准备走，却停住脚步。周叔，我要你这2张信纸，还有点用。孙大壮的姐姐对秦文通现在还念念不忘了，咱不能让他也误入歧途，不是？周元当即就把信纸递给了秦云：“好，你拿回去给那姑娘也看看。”而此时另一边的秦文通走了好一阵山路才来到了现场。他拿出兜里仅有的1块钱，买下了2瓶汽水。这1块钱是秦家的所有家底了，
还是秦四海听说他要来找李小柔，这才拿了出来。此时他的目光中满是怨愤，这一次我一定会让秦云付出代价。他这样想着，很快就来到李小柔家的楼下，学了几声鸡叫，这是他和李小柔的暗中约定。因为周元的阻挠，只能用这种方式作为信号。没过片刻，李小柔走了下来。秦文通脸上熟练地换上笑容，走到李小柔的面前，把汽水递到了她的手中。小柔，今天我们去哪里？我听说城里的公园不错。然而李小柔却是直接打断了秦文通说话，直截了当地开口说道：我爸想见你。此时的秦文通还没意识到李小柔的不对劲，听到这句话，他本能的想要再说些什么，却看到周元已经站到了李小柔的身旁。秦文通，听我家小柔说，你是个很优秀的大学生，今天我想问你一些问题。周元又是很平静的开口，只要你能如实相告，从今往后我不光不会再阻拦你和小柔在一起，而且还会支持你。秦文通一听，顿时面色大喜，脑中瞬间就出现了自己抱上周家大腿的情景。到时候秦云还不是随便他宰割？秦文通自以为谦虚说着，我只是比常人多懂了一些罢了。叔叔您请问。周元的目光盯着秦文通，缓缓开口问道：你除了喜欢小柔，还有没有喜欢别的姑娘？秦文通的面色顿时一愣，心中快速盘算，片刻之后他有了定论。这件事绝对不能，也不可能被周元知道。他当即真诚地说着：叔叔，我对小柔一定是一心一意，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喜欢过其他姑娘。李小柔终于忍不住了，直接上前一步，看向秦文通的眼神之中满是愤怒。秦文通，事到如今你还在骗我？